美国来讲的话呢，就是我现在参加的这个课题组，而且这课题组都不是我大学的，这都是校外的这个，而且很多都是思想库，美国思想库的这个，就是说，我觉得对民主党来讲的话，是有可能达成一个跟中国一个可行的共识的。这个共识的话呢，是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子一种共识，就是承认两个国家的体制的差别、区别和冲突。这个我们要承认这个东西。过去不怎么承认这个，是吧？这个民主党很多的这些官员都不承认。我自己要讲，就是说我过去其实也跟民主党的官员接触的比较多，跟共和党确实接触的不是特别多。他不承认这个，是吧？他觉得啊，中国是这个中产阶级啊，就是很简单的这种看法。第一要承认这个，第二要承认美国的繁荣、美国的经济发展、美国的科技发展、美国的大学的科研、美国的经济，是吧？不管是你喜欢还是不喜欢，在相当程度上是依赖于中国的，是吧？我们得承认这个现实。这个在座的都是搞科技研究的，在这方面情况比我熟悉，是吧？如果你要看，在这个科学领域，在美国每年拿到的这个博士，是吧？人数的话，外国学生第一名就是中国人，大概我记住的好像大概是6000左右。第二名外国学生，我现在讲的是外国学生。第二名就是印度。那印度和中国差别差到什么程度呢？印度大概是2000多，中国是6000多。所以你先这么去想，如果我们采取完全脱钩的话，中国的这个数字是变为0，那你这印度你再怎么着，2000多人也不可能马上就达到6000人，是吧？所以对美国的科技研究，而且就是说这个科研很有意思，是吧？科研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做我身上穿的这个衬衫啊。科研是非常劳力密集的一个产业，它当然它也需要很多的资本啊、设备啊什么等等这些，但是它是非常非常需要劳力密集。比如说你看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，是吧？那一篇文章可能有20个作者。你看，相比于社会科学来讲的话，你看我们做经济学、做社会学、做政治学、做法学啊什么，基本上一个人写的文章就可以了，2个人、3个人，基本上就这么一个规模，是吧？我现在在 MIT 参加的一个大的这个科研项目是研究食品安全的，里面有社会科学家也有科学家。那我们写的文章的话，经常就是10个人，是吧？都有他们的名字。就是科学的投入不光是需要金钱，而需要大量的人力。那这人力从哪来，是吧？那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提供科技人力的一个来源国。你要卡断这个的话，对美国影响是非常，就对美国切身自己的利益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如果你今天把 MIT 的这个中国的教授，像我这种的，当然我这社会科学无所谓了，就是说你也把搞科研研究的这个中国教授都给解雇的话，如果你把中国来的这个博士后和博士都给解雇的话，那可能在 MIT 进行科研的研究，那可能就马上就会全部的停止下来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说我们要跟民主党讲清这个事实。第3个方面就是说什么呢？虽然中美之间产生了冲突，产生了这些问题，是吧？而且我们应该面对这些问题，而不是说回避这些问题。但是在大的问题上，中美必须进行合作。全球变暖，中美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合作的话，那很可能会发生非常可怕的现象，就是全球变暖。那现在这个全球发生了这个疫情，是吧？在公共卫生方面，必须要中美合作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你可能作为一个民主党，你可能不喜欢中国什么等等的，但你要在脑子里认清，在大的问题上，必须得跟中国合作。
这一点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一个本质的区别。为什么是本质的区别呢？因为共和党是根本不 care about 全球变暖的，所以他连这个题目他都不觉得是很重要。他为什么你会跟他讲也需要跟中国合作呢？至少民主党你跟他讲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他会明白这个道理的。全球变暖我们不跟中国合作，这个再生能源是吧？再生能源像我们 MIT 有很多这方面的科技，它必须要找到应用的市场，那应用市场就在中国。如果你天天在那写 paper， 这个能源的这个再生能源不能够进行应用的话，它对全球变暖也没有帮助嘛，是吧？所以民主党这方面是有充分的认识的。那从中国方面来讲的话，至少从短期内，中国要承认中国的崛起是依赖于全球化，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中美关系的改善。中国我最不可理解的就是中国跟美国交恶，是吧？比如香港问题，是吧？这个香港的繁荣，香港的金融的这种独立的这种地位，法律上独立的地位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的，是吧？为什么要主动的去危害香港的独立的地位，是吧？美国的这在南海啊等等这些问题上，是吧？为什么不跟美国进行妥协，而要这么去注意跟俄国发展关系，跟北韩发展关系，是吧？就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，是吧？我关心的就是我的钱包里的事情，我是没法解释这种政治倾向的。你要说从民族角度来讲的话，民族主义角度，因为中国很多的这种年轻人非常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多，我就会跟他讲，我说你知道吗？历史上哪个国家从中国抢走的土地是最多的？那就是俄国。如果你是个民族主义者的话，你就会第一反对跟俄国搞好关系，是吧？我也并不是反对跟俄国搞好关系，我愿意中国跟所有的国家都搞好关系，是吧？但是为什么跟美国采取这种敌意的这种，我是理解不了的。那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这些考虑，可能一些意识形态啊等等的这些。那在我看来，我是从个人来讲，我是不是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的？在我看来，更重要的是中国老百姓的发展，是吧？中国人的福利，中国人均寿命的提高，中国的经济发展，我更重视是这些东西。如果因为要发展这些东西，要放弃某种意识形态的话，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的。但是可能其他人不会这么认为。如果你不进行贸易战的话，你应该采取什么方式？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，就是中国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就是说，实际上在这方面，我说老实话，我觉得特朗普有些事情做的是对的。就是媒体是吧？中国媒体在美国那么多的人，美国的媒体在中国那么少的人，而且去采访去报道都需要批准啊什么什么等等，在我看来就应该是一视同仁。你不让《纽约时报》的话，为什么我们美国要让你《中国日报》在这里，是吧？你不让 Google 的话，为什么可以让你在百度在这边？阿里巴巴在美国有云计算中心，是吧？大概有2个还是3个什么云计算中心，100%是阿里巴巴拥有的。但是 Google、Microsoft、Amazon 都不可以在中国全资的运营它自己的这个云计算中心，是吧？我觉得更可取的一个办法就是说，这叫 tit for tat， 就是你做 A 我也跟着做 A， 你不做 A 了我也不做 A 了，是吧？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比现在贸易战要更加有效的一个措施。比如像你这个公民待遇，这也是吧？如果你美国的公民在中国开不了银行账号的话，那为什么中国的公民到美国来就可以允许你开这个银行账号呢？是吧？为什么可以就进行网上支付呢？是吧？我觉得应该采取这种办法。好，谢谢。